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在今天的 Podcast 中，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轻松自然地学习汉语，以及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关于如何学习第二语言的几个理论。我相信肯定会对你们的学习有所启发。你们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那在视频的最后，我们会一起回顾在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所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哦。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 Podcast。在开始今天的 Podcast 之前，我想先提一下我创建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想法。学习语言的人大概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初学者，他们需要一些语法练习、拼音练习、一些基础的词汇。第二类，高级学习者，他们已经能听懂中文的新闻、电影，甚至各种节目。但是在中间有一群人，他们已经不是初学者了，可是还听不太懂中文的新闻、电视剧，中文母语者说得太快，用词太复杂，他们常常会听得很吃力。我的频道就是为这些中级学习者准备的。我希望你能在听我聊天的过程中，自然地学到中文，不是靠语法课本，而是通过有趣的内容。在这里，我会聊很多不同的话题，比如社会、文化、电影、心理学，还有各种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许这些内容你也会喜欢。总之，希望你能在轻松的氛围里，一边听，一边学，一边享受。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要怎么学好一门语言。在学习语言之前，我们先分清2个概念：母语和外语。母语就是我们从小自然学会的语言。小时候我们不懂语法，也不知道词汇表，只是想表达我饿了，我想睡觉，我不要，我喜欢。就是这样，我们学会了语言，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习得。而外语学习通常是在学校里进行的。我们有老师，有课本，有考试，但很多人发现，虽然学了好多年语法，背了很多单词，真正要开口说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来。这时候，有一个人值得我们认识，他就是美国语言学家史蒂芬·克拉森。他是语言学习理论的专家，他的研究对全世界外语教学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5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今天我们就简单聊聊其中几个。第一个理论是习得和学习是不一样的。习得是自然的，是无意识的，就像小孩子学母语那样，他们不是在学语法，而是在传递信息。而学习是有意识的，比如你在课堂上记笔记，背语法规则，做练习题。克拉森认为，如果我们只靠学习，我们可能知道规则，却不会真正的用语言交流。比如，很多人会背英语的动词变化，会写语法题，但一开口就卡住。所以他说，语言不是学出来的，
而是习得的。你需要的是理解和使用，而不是背诵和分析。第二个理论是，不要让你的内在审查员太严格。什么是内在审查员？就是那个在你脑子里不停提醒你要说对，不能出错的小声音。在英文里叫 monitor。有些人性格比较外向，他们敢讲敢错，所以进步快。有些人太在意错误，一句话要想半天，结果呢，什么都没说出来。但语言的本质就是沟通。如果你不敢开口，不敢表达，那你永远没办法真正用这门语言。所以，请记住一句话：错误是通往流利的路。每一个说得好的人，都是从错误开始的。第三个理论我很喜欢，输入假说。意思是，你只有在理解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才会真正进步。但这个理解不能太简单。如果内容太容易，你不会学到新东西；如果太难，你又会听不懂。最理想的状态是找到那些超出你水平一点点的学习材料。简单来说，就是你听得懂80%，剩下20%需要动脑筋去猜。比如，你听我现在在讲中文，也许有的词你不懂，但你能根据语气、上下文大概猜出意思。这个过程就是你在进步的过程。最后一个很有启发的理论是情绪过滤。史蒂芬·克拉森说，学习语言时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学习效果。当你放松、开心、自信，你学得更快。当你紧张、害怕，觉得我不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关上门，再多的知识也进不去。所以，最好的学习状态是轻松、舒服，被理解、被鼓励。这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频道。我希望你们能在一种没有压力的氛围中去听、去理解、去享受中文。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虽然克拉森说理解输入最重要，但我认为说出来、用出来同样重要。当你开口说中文时，你会发现自己哪里不会说。当你试着表达时，你会真正理解那些学过的词。最重要的是，当你能开口说，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那种我真的在用中文交流的感觉，会让你更有自信。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鼓励大家用中文给我留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文的机会。那只要我有时间呢，我就会修正大家一些语法的错误啊，或者一些用词的错误。当然，我知道自己的回复会比较慢一点。那在我的 Patreon 上，你可以找到更多的阅读材料和听力材料。那些阅读材料呢，都是我精心挑选和修改过的，适合中级水平的你们。有一点点难，但是又不是太难。这正好符合今天我在 Podcast 当中说的史蒂芬·克拉森提出的输入假说理论。
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甚至表示程度的加深，用来引出比前面更进一步的情况，常常带有出乎意料的意思。有时候他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甚至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几。他太累了，甚至在地铁上就睡着了。靠，第一个意思，指用某种力量、方法或人来达到目的，依靠、依赖。我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全靠自己。他靠做翻译赚钱。第二个意思，表示位置上接近，或动作上靠在某物上。请靠窗坐。这座村子靠山又靠水，风景特别好。氛围，指某种环境中给人带来的整体感觉或情调。这家咖啡店的氛围很舒服。他们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氛围特别温馨。所谓的，表示被称作的，或人们通常说的。他所谓的朋友其实并不值得信任。所谓的成功不只是赚钱，还包括幸福和健康。动脑筋，表示用脑子思考，想办法解决问题。遇到难题时，你要多动脑筋。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精心，精心表示非常用心、仔细地去做某件事情。他精心设计了这个房间的布局。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作者精心挑选的。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并且帮我分享给其他需要的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